时珍，时珍，请让开。我很想你。文春里是你爹派人烧的，对吗？我不是有意要瞒你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这些天，我睁眼闭眼都想着你家的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，我怕你恨我。可我又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想你或许不知道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如果我一直不知道，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个自私的人。本来想得到你就已经够难了，我不想给自己找任何麻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如果我真的和你在一起了，然后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该怎么做？想过，可似乎无论知道或者不知道，我们都不能在一起。瞒着你，至少你不会恨我。爱情去自残。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？一个满口大话，
懦弱无能的男人。你只是还年轻稚嫩罢了，有些话说早了10年而已。加上我们相逢的不是时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再给我一些时间。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从来都不会刻意去的。况且文春里这件事情它不一样，我自己会想办法报仇。世珍，你别乱来，你不了解我爹，他远比你看起来心狠手辣。我也远比看上去要心狠手辣。啊？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，咱们喝，一醉解千愁。但是我太年轻幼稚，还是我能力不够。其实我真狠下心来，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。兄弟，人都是老子给儿子擦屁股，你这倒是反过来了。云晨，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，既能让他放下仇恨，又不伤害荣家？我想不出来。也是，生死之仇，哪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？都怪我太天。哥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发什么呆呢？不一个人发呆，难道还和一群人一起发呆啊？就会狡辩。怎么了？时珍，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？没有啊。今天所有报纸报的全是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都是这个。你看这新闻写的，有理有据，头头是道，这肯定是知道内幕的人给透露了什么情报了。对了，时珍，你在荣家待了那么久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居然是他们家人干的！这件事居然是他们家人干的！世珍在他们家工作了这么久，这件事如果让街坊邻居们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啊？妈，这件事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。好在世珍已经从荣家辞职了。我最担心的是外面的那些胡乱传言。
爹妈，我呀跟张家的老二还有联系，我准备这2天去跟他们碰个头，商议一下该怎么解决这件事。街坊邻居们的公道，我一定要给他们讨回来。世勋呐，你听妈话，如果这个邻居们去闹事，你千万别凑过去，你听见没有？妈，我们这个家刚刚稳定下来，可不行，你可别再折腾了。荣定坤他有权有势，万一为了这件事情，你再把工作丢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还有你妹妹，她在荣家工作了这么久，女孩子的名声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这件事情牵连到她，这不是害了她吗？你妈妈说的对，现在这一切还只是传闻，没有任何真凭实据。况且荣定坤又没有承认，一切都不好说。哎，你去看看那些老街坊们是什么态度。但要荣定坤认，他怎么可能会认呢？今天你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打扰七爷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就是有些没头绪。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件事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我做的。果然不是七爷做的。你猜到了？七爷，您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明确的目的。公开文春里这件事，确实可以抹黑荣定坤，让荣家的股票跌一番。但如果是您做的话，一定会配合上其他行动一起，力求一鼓作气干掉荣定坤。但这个时候发起全面攻击，时机并不成熟。况且，如果您要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没有理由不告知我。思维缜密，滴水不漏，而且你越来越了解我了。七爷过奖了。这件事情是你家那个痴情的荣大少为了爱大义灭亲。时珍，你做得很好。让我来猜一下你们俩的结局吧。私奔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荣家上愿不愿意跟你私奔？以及到一半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改变主意？你要是中途反悔了，回来找我，我定会好生安置你。毕竟这个世上男人多了去了，但我们聪明的小世珍却只有一个。七爷说笑了。表姨夫，这事不是我做的，我绝无可能背叛您。纵使我要毁掉您的清名，与我杨秀成有什么好处？现在整个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您的走狗，我要到处替您杀人放火。我今日还接到族里长辈的电话，那边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，说要把我逐出族里。我的家人还在靠族里人照顾，就算我要背叛您，我不至于弃我的家人于不顾吧？我要是不好过，你会更不好过。义父，我一定会彻查此事，一定把这个人给找出来。那你说说看，这件事会是谁干的呀？我怀疑是刚刚辞职的冯先生。接着说。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，他们家被我们放火烧了，他就来荣家做家庭教师。他来我们荣家这几个月来，大事小事不断，从来没有消停过。虽说都牵扯不到他身上，但是他在荣家来去自如，跟下人又混得熟，谁知道他暗地里打探了多少秘密？最巧的是，他这前脚刚刚辞职，后脚丑闻就爆出来了。说来说去，
都是女人的错呗。杨表哥，你也是接受过新思潮的大学生，怎么还是继承了把黑锅随便推给女人的好习惯呢？家长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不能因为这个你就如此武断，一味地替他辩驳。我是喜欢他，但是当初把他招进来的是你和太太，他的底细你们不是没有查清楚，那为什么还要把他招进来当家庭教师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用意？当初招他进来，就是因为他动机可疑，招他进来就是为了盯住他。你说的这番话，小孩子都不信。你不就是想说，我们家最近发生的事情都是冯先生背后搞鬼吗？那我倒要问问你，孙少卿逃跑，可以说是冯世珍怂恿的，没关系。但是知慧表姐，知慧表姐的事情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无论是把他招进来之前，还是聘用了他的几个月，你我都反复调查过了，暗中也派人盯梢了，最后还用上了测谎仪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吗？现在在报道上写的，连皮包公司的事情都清清楚楚，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老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。表哥，我相信你没有泄密，但是你不能找不到泄密的人就随便拉一个人来顶包。好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，当务之急是要看看怎么解决。现在这事闹得满城风雨，记者把荣家都围住了，荣家的人连门都出不去。不仅如此，文春里的那帮灾民还想就着此事闹事呢。一帮平头百姓还怕他们闹事吗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，活腻歪了。表姨夫的意思是，我们荣家手下那么多打手，干什么吃的？你派人盯紧文春里，谁敢闹事就往死里打，打不死打成残废也成。至于那个始作俑者，你得好好查一查，修成，看看是谁跟我荣定坤作对。姨父放心，就算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这个人给挖出来。那帮记者如何处理？嘉上，你跟云池叔，你去跟他说一说，拉出个替罪羊来，说这事儿跟荣家没关系，好好打点一下。爹这么做的确能出一口恶气，但是儿子始终认为有些不妥。怎么不妥呀？既然这件事情背后有人怂恿，那不闹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所有事情的风头都集中在我们荣家，文春里那帮人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外界肯定会联系到我们家，事情只会越闹越大，到时候我们有嘴也说不清楚。更何况现在背后的人还没查出来，我们在明，对方在暗，这件事情越拖只会闹得越大，对我们荣家越是不利。爹，我认为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让荣家和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，那你说说看，该怎么解决呀？爹，您若是放心的话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，我保证在3天之内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。只不过需要花点钱吧？钱不是问题。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处理。你们去吧，我累了。是。七爷没说什么吧？报纸我都看了，我还挺担心你的。我没事。那你知道这事是谁做的吗？是荣家少。世珍，你努力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那你觉得他会为了你逼他爹认罪吗？我不知道。世珍，你对他终究还是有期待的。宝莉，
我最近越来越分不清楚，我对他到底是真还是假。我看，你可能是真的爱上他了。荣家像是一个热爱蓝天、憧憬飞翔的人。如果我真的爱上他了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，不但不去制止，甚至我还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想了不想了。捂着我捂啊，别跑远啊。这都是新鲜的啊。哥，今天没上班啊？啊，我今天轮休。对了，诗人，一会儿啊，你跟我去个集会。什么集会？还没来，干啥呀？记住了。师轩，来了。师兄，这次你能来真是太好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佳妹施珍。施珍，这是《先民周报》的张主编，也是我大学时候的师兄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两位快请坐吧。好，坐。来，我们大家开会啊！来，开会。各位，冯医生之前后救文春里的事，已经谈了好几次了。虽然不知道是荣定坤的哪个仇家，但是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只是事情进展到这一步，想要再进一步，就难了。是啊，终究是证据不充足，而荣定坤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。政府现在忙着打仗，法纪败坏，谁又有功夫来主持这个公道呢？那你今天叫我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告又告不了他，只能在报纸上骂他几句。他荣定坤还怕被骂吗？对不对？是啊。到最后他继续做他的大老板，赚他的黑心钱，咱们不还是拖个残腿回去喝西北风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而且惹怒了荣定坤，怕会引来更大的祸害呀。这告密的不是我们，荣家要是怀疑我们，反过来报复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这咱可得罪不起。各位街坊，难道大家是忘了之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和灾难了吗？那能忘啊？是，我们之前都不算什么富贵人家，但至少衣食无忧吧。可就是因为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我们的一切全变了。李大哥，您的双眼被烟熏瞎了，自此再也无法救赎。王嫂子，您的儿子女儿可是双双葬身于大火之中啊！还有黄大哥，您的腿被横梁砸断了，自此工作丢了，就连嫂子也离你而去了。我说这些事情，不是想揭开旧伤疤，惹大家不开心，而是我们本可以非常美好的生活下去，就因为一场大火，把我们的一切都变了，都毁了。各位难道不气愤吗？不怨恨吗？还是说，我们就选择遗忘，得过且过，继续我们新的生活了？当然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去找荣定坤报仇，也就死我一个人。可在场的街坊邻居，你们都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冯兄弟，你有高堂，还有妹妹，我想你也不敢跟荣定坤硬拼吧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都相互理解吧。